搬家真是太痛苦了。没错，我今天更新如此缓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搬家了，离开了居住10多年的东芬兰湖区之星过比欧。所以，2025年的开始，我的日常被彻底打乱，而今年的铲雪健身也因此和去年同期稍有不同。咱就说吧，又到了要铲雪的日子。收工了，铲雪就是完美的热身，可以开始健身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公司的健身房训练了。在搬家之前，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做一点搬家的专项训练。能在一个城市住上10多年，即使文化差异再大，也足以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熟悉的街道、熟识的朋友和无数回忆。如今由于老婆工作的变动，我们迎来了新的选择，也到了和过比欧告别的时刻。当然，这种告别并不是终点，而是人生另一段旅程的起点。只是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上的旅程，都得从打包行李开始。但这一次的打包对我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繁重。搬家真是太痛苦了。我们家连着这几天都在打包，特别是今天早上，我从早上7点起床包到现在快10点了。我们到现在已经装了大概30个纸箱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塑料箱，多少个行李箱，再加上这些塑料袋。思考之下，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今天这个洗衣机拔了，洗碗机也拔了，等下还要把这个床垫打包一下，用这个塑料膜绕一绕，这样包起来非常省心的，一不怕脏，二不怕它散开了。然后呢，再把沙发上枕头什么的装袋子里。啊，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啊！我发现这打包东西和数据传输以及下载还有充电都是差不多的速度趋势。比如从0到60%到70%甚至80%的进度可能是花50%的时间，但剩下的那些40%、30%、20%呢，可能就要花另外50%的时间。看来无论是硬盘上的数据也好，电池里的这个锂离子也好，还是家里的杂物也罢，只要是涉及到东西重新整理排列的话，可能这个速度曲线都是差不多的，先快后慢，收尾的部分总是最慢的。那你要问为什么越到后面打包越慢呢？因为越到后面家里越乱，东西就找不到了。一是被打包的东西越来越难找，二是这个打包的工具也开始越来越难找了，经常就是东西放好了，胶带不见了，很迷茫。快2点钟了，我要挂了。老粉可能就会知道，这是我上次拍洗车的地方。在司机大哥加满油后，这辆货车一路向西，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前往芬兰西海岸的小城瓦萨。
在这种卡车的专用停车场停车。横穿芬兰的5小时车程，让我和搬家大哥们用各自半桶水的芬兰语聊成了朋友。而我一路上的随拍也让大哥对我的频道产生了好奇。Jos sä annat mulle sen, mikä sen sinun TikTokin, joo, vaikka Vaasa， 一个据说是芬兰最阳光的城市，也是我们家全新生活的开始。只是在新生活开启之前，一场新的无尽开箱又要开始了。